习拜会，点名赖台独，国安局大喊中美认知作战，我方向美方确认不谈话过程只字未提，阿公在说谎喽。到现在 AIT 没有讲半句话，结果中国外交部正式通稿，习近平强调明确反对台独。你想政府，你真是带头说谎啊，自己都骗，那整个台湾媒体被带着走，乱七八糟其实民进党已经彻底的失去了战斗能力，未来赖清德没救了，就是连番的遭受北京的痛击跟华盛顿的冷遇。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APEC 峰会最后的习拜会，点名赖台独。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记者就跑去问了国安局国安局大喊说认知作战。第一个，美国白宫新闻发布网站上面确实在公开的发言里面没有提到赖清德，但是这个消息最早是在新华网，习近平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湾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甚至又胜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可是新华社并没有提到是不是在习拜会之上，倒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一篇文章里面找到了这一篇原文稿。这个新闻稿里面没有讲清楚是会前会还是会后会，可是在会后中共官媒这消息放出来的，那也代表说内部是有这个稿件的，所以应该是在会中点名。可是为什么国安局第一时间说这个叫认知作战呢？因为如果中国外交部这样的讲法，中国央视这样的讲法，中国新华社这样的讲法，如果被认为是确认的话，那代表习近平正式在美方面前告知确认赖清德的台独势力就是中国必然要处理的问题，而且它某种程度是语带威胁的，因为过去都是透过机构放话，向来是不做点名式的批判的，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第一次。那为什么在场内说？第一个，保留一点给美方的弹性，还有保留给拜登最后的一些体面。我是觉得习近平在这件事上是相当厚道的，可是对于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的容忍已经几乎到了为零的程度了，只差不是我亲手教训你，而是我让美国人来跟你说，给你一点空间，给川普一点空间，那也是测试美国到底能不能抓得住赖清德。你美国如果抓不住赖清德，那我就是要动手，所以我才讲这是一场很有趣的会谈。习拜最后一次以双方元首的身份见面，而见面当中讲的话通通讲给川普听。再来，这事情有多严重？这一次习近平不是去开 APEC 会议吗？曾几何时，现在只要是第三世界主办的 APEC， 习近平一定占 C 位，拜登在右后方。这里反映一件事，中国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布局已经大到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美国从 A 字头变成 U 字头，从前面被顶到后面去，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严重警讯啊！然后你想打蛇随棍上，想要把这件事情给豁过去，都是超认知作战打压台湾。我方向美方确认不谈话过程只字未提。民进党，你确定吗？那你大声一点啊！你怎么不请 AIT 出来讲清楚呢？你真的以为老共会蠢到拿新华社来认知作战吗？这件事最好玩的是，美国到现在一句话没讲啊！所以民进党你到底是脑袋有洞还是脑袋进水？他向美方确认是指上美国的网站，确实 Let's know William 清德来，阿公在说谎哦，是这样吗？你如果真的是这种答案，你就让 AIT 出来讲， AIT 没有讲半句话。美国在台协会脸书什么字都没提到，鼓励也忙着去看棒球，没有消息。所以美方是没有回应，还是说确认习近平都没有讲？到哪一个？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如果你否定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呢？外交部的正式通稿在新华社发布没多久之后，习近平正式的就台湾、经贸科技、网络安全、南海、乌克兰危机、朝韩半岛等中方立场阐明。习近平强调明确反对台独和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好，我们国安局怎么说？中媒声称习近平点名赖清德是认知作战，他讲的是中国媒体，然后这边官媒造谣。那我问，请问中国外交部是媒体吗？
外交部的通稿跟新华社的通稿差在哪里？外交部的新闻稿没有新华社报道字样，这是外交部的内部消息传回来的。新华社是拿来放话的，没有错。但是其他媒体引用新华社，而外交部引用的是他自己啊，所以他在继续说认知作战吧，他在继续说发布的消息渠道不是很正经的吧，结果在外交部里面重要新闻栏里面，你一翻你就找到了啊。所以一开始我顺着台湾媒体的角度就翻中国媒体，翻了老半天我找不到，原来是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正式发布的消息。民进党政府你真是带头说谎啊！那整个台湾媒体被带着走，华视、中媒声称 TBS 大陆官媒报道，公视、中媒声称，我就问一个问题，中国外长王毅就在现场，拜登、习近平、王毅不在这边吗？请问要怎么造假？台湾外交部、台湾国安局带头造谣定性，所以民进党已经说谎造谣到了他自己都骗，然后台湾媒体还啪啪啪上当，乱七八糟这代表民进党已经彻底的失去了战斗能力，即将在川普上台之后，国际外交场域里面，赖清德政府将面临一场北京强硬的不得了，而美国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完全失败的状况。所以未来赖清德非常难受啊！资深媒体的伟汉哥他已经看出一个道理了，他说赖总统你要赶快出访啊，你没有出访经验危险啊，不要想太多，赶快去就对了。什么意思？现在不去之后不要说夏威夷啊，你连关岛都去不了，你要去哪里？直接灭亡。但赖清德就想要博大的嘛，他就觉得说恁被台独跟孙呢，我嘛要去美国，我要去洛杉矶，我要去纽约所以剩下1个月，如果赖清德再不出去，等川普上来，去哪里？憋死在家里啊！所以赖清德没救了。未来赖清德就是连番的遭受北京的痛击跟华盛顿的冷遇，就这么简单。你看川普那个就知道，他只想搞内政，他只想搞一场大的，可能会成为4年内完全无法出访的总统，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访美过境美国的总统，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所以赖清德被点名这一次习近平是要告诉美国一件事你们乌克兰事情不要搞到我这边来，中方一定是有非常精确的情报，就是乌克兰现在的长程攻击火力是由美方来决定他要打哪里。所以我认为中国已经拿到情报了嘛，习近平他讲赖清德附带一条消息给你啦，你要射普丁一定用核弹，他告诉我千万不要赌，这就是远走外交的价值嘛。你没有发现习近平在疫后非常的忙吗？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没有那么想要赶快处理台海问题。习近平这几年就做一件事经济准备策略，他签了非常多本币互换协议，一旦发生了战争，防止无法贸易交货。所以如果赖清德那个北七在这个时间点，民主党跟他说你射一发看看，中国不敢回手，那就是民主党的焦虑症，他要赖斯公跟泽斯基同时发力搞一个世界大战，只要搞世界大战，价值就是最大的依归啊。那这样子的话，川普这个不打仗的局就破了。很多事情我自己看到，我是觉得胆战心惊啊。